你有没有想过，小说和科学实验其实是一回事儿？一个在实验室里操作粒子加速器，另一个在纸上编织虚构的世界。一个用公式推演宇宙的结构，另一个用故事挑战现实的可能性。但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儿，试图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。今天这支视频或许会让书荒的你开启新的旅途，看看小说如何变成人类最疯狂也最隐秘的实验室。在1961年9月，美国传奇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一堂物理入门课。他一开口就丢下一句震撼人心的话：科学的核心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一切知识的最终检验就是实验。换句话说，科学的真理不是谁说了算，而是实验说了算。这门课吸引了将近200位未来的科学家，还有不少同事来旁听。接下来的2年里，费曼把几百年的物理知识压缩成一套系统又精彩的课程内容。虽然他私底下并不算个完美的人，他对女性不太友善，对学生也时常表现出不耐烦，但他依然被公认为物理界最伟大的老师之一，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物理学家从没亲身听过却影响最深的老师。而这套课程后来被整理成一本经典教材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。这本书直到今天依旧是无数物理学子的启蒙之作。只有当你真正明白费曼当年那句关于实验的话时，你才会觉得有多震撼。那年秋天，一场真正的知识大考就此展开。跟其他同学一起设计电路，去记录一闪一闪的微光。这些微光出现在一个装满浓密液体的烧瓶里，来自宇宙射线中的反粒子撞击。当时就是通过这些微光，亲身感受到爱因斯坦说的那个震古烁今的结论：时间是相对的，能量和质量其实是一回事儿。接着做了第2个实验，测量液氦的声音传播速度。学生眼睁睁看着它从气体冷却成液体，然后奇迹发生了。当温度降到接近绝对0度的2度时，氦原子突然抱团成一个整体，不再是各自为政的粒子，而像是被某种集体意志驱动的一体生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超流体现象。最神奇的是，它后来还变成了一股自发喷涌的喷泉，像是液体自己有了生命，要挣脱束缚一般。最后一个实验，学生尝试跟水里那无数个质子对话，通过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激活它们，就像放一首动感的歌，逗一群小孩一起转圈圈。当他们开始共振，一起旋转时，学生们倾听他们的回应。这其实是核磁共振的原理，也就是今天医院常用的 MRI 技术，靠它就能看清人体内的软组织。那段时间不只是学习怎么看懂实验，更是在学习如何创造实验。可就算是物理里最基础的剧情，也已经离奇的让人说不出话来。你想从物质世界里挖出点道理，那你得先造出一堆复杂的像外星科技一样的机器，再推导一串令脑壳疼的公式。在一栋哥特式风格的老教学楼里，学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东西，不是研究物质，而是研究非物质的实验。语言、想象还有文字的魔法。那是第2个主修，西班牙文学课的必修内容，读的是16、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。在那里，没有反粒子，没有量子纠缠，只有文字中的人物、情感和荒诞。那感觉就像从一个充满粒子对撞的现实宇宙，忽然跳进了一个靠想象力驱动的平行世界。就在那座古老的哥特式教学楼里，学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实验方式。比如读了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，托梅斯的《拉萨里略的一生》，出版于1554年。写这本书的人连名字都没人知道，但他却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，后来被称作流浪汉小说。主人公小拉萨罗不是英雄，也不是模范人物，而是个聪明又狡猾的小混混。这种反英雄的角色居然在几百年前就登场了，比我们今天那些荧幕上的坏男孩主角早了好几个世纪。接着是那本举世闻名的《堂吉诃德》。我想大多数人大概率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你知道吗？
塞万提斯不光写出了第一本现代小说，他还顺手玩了一把对现实与幻想的哲学拷问。主角堂吉诃德把脑子里的中世纪骑士梦当成比现实还真的世界，他挥舞着长矛冲向风车，以为那是巨龙。这种天真又矛盾的行为成了一出充满讽刺又深刻的喜剧，直到今天读起来都还让人哭笑不得。最后接触到了另一位作家提尔索德·摩利纳，他写出了舞台上的第一个堂皇形象，就在《堂吉诃德》出版之后没几年。这位情场骗子可不是浪漫英雄，而是用冷笑话和黑色幽默讽刺那些虚无缥缈的贞洁和自由意志。你可以说，那些文学作品其实是在用文字做想象的实验。我真的很喜欢那些古老的故事，尽管我从没活在那个年代、那个世界，但那些人物我竟然能本能的共情。他们挣扎、犯错、自相矛盾，让我感动，也让我反思。可尽管他们看起来那么真实，那么像人，我知道，他们终究只是想象中的人物，他们并不真的存在。相反，在那个昏暗的实验室里测量的那些粒子，什么质子、电子、中微子，虽然永远也无法跟他们共情，但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，比任何小说人物都更真实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脑中的这两个世界似乎再也无法交集，一个是用想象构筑的亲密虚构，另一个是用冷酷公式描述的陌生现实。当时以为这两者永远也不会有交集。你可能以为写小说的和搞物理的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世界，一个沉浸幻想，一个追逐真理。其实这个想法错得离谱。小说家和物理学家其实干的是一样的事儿，他们都在编织世界，一个靠想象，一个靠实验。他们都在追问那些最深最难的问题：什么是真实？什么是存在？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知道的是真的？他们都是实验者，一个用文字做实验，一个用仪器做实验。其实啊，物理实验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共鸣比我们想的还要深，尤其是西班牙语文学中那些令人惊叹的作品。很多伟大的西语小说，说穿了本身就是一种实验，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是由真正的前物理学家创作的，或者直接借用了物理学的核心理念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帮我们重新理解什么叫实验是知识的最终检验。在科学界，其实根本没有一种通用的实验公式。比如，研究超流体的实验方法跟研究洋流的方式完全两码事。量子场论根本不能靠田野调查来验证。科学的种类太多，每种实验都有自己的套路。当然，人们还是一直在努力总结什么叫科学实验。有人说实验分3步、5步，甚至12步。哲学家干脆说，实验其实就是一种介入。我们拿某种工具去接触某个对象，不管他看得见还是看不见，只为弄清楚一个问题：它到底是什么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实验就是我们人类和世界之间的桥梁，是我们认知的一双工具手。它既帮我们了解外面的客观世界，也悄悄映照着我们内心的世界。不过，说到文学中的实验，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点困惑：小说也能实验？这听起来不像是在写故事，倒像在做科学项目。其实，就像科学实验无法被一种公式统一定义一样，小说中的实验也没法一言以蔽之。没有哪一种写法能代表所有文学实验。每一场文学实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本小说，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次全新的实验。在1980年代，有位法国文学权威杰拉尔德·普林斯，他试图认真定义什么是文学实验。他说，拉丁语系中实验这个词的本意其实就是经验或经历，但他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，毕竟哪位小说家不是在写经验呢？他也否定了韦氏词典里那种更科学的定义，什么实验就是测试检验真理。他说，小说里的实验早就超越了验证真假这种窄意义了，甚至连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花活、先锋派的结构游戏，他也不太买账。那些形式上的炫技顶多是噱头，而不是真正的实验。不过他倒是短暂地接受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类比，
小说也可以像科学那样进行实验。比如19世纪作家左拉，他在《实验小说》一书里，就试图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写小说，像做社会实验一样描写人性。还有文学团体乌利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文字实验室。他们会故意给自己设定一堆怪规矩，比如不能用某个字母写整本小说，或者用数学公式设计情节，把写小说真的当成一场结构严谨的实验来做。就像普林斯说的，他们至少是有配方的。普林斯最后总结出文学实验共有的3个特征：第一，他们靠形式或结构来吸引人，而不是靠情节；第二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内部，而非外部世界；第三，他们往往有意地戏弄语言，甚至反复自我引用、自我扭曲。简单来说，这些小说像是在搭建一个密闭系统，把语言当工具，控制变量，重复试验，用写作本身来解构写作。但这并不是小说家做实验的唯一方式。作家们并不总是往文本内部挖掘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像科学家一样，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。他们用想象力去观察现实的运行规律，探索世界的结构，挑战时间和空间的边界，甚至质疑现实本身到底是什么。某种程度上，小说家能像物理学家一样做实验，费曼其实早就暗示过。反过来也成立。科学实验不只是照本宣科的按步骤操作，它需要更重要的东西——想象力。在他加州理工课堂的第1天，他就告诉学生们，要理解这个奇妙、简单却又非常奇怪的世界，我们需要靠猜、靠试验，更需要靠想象。只有那些敢于想象世界可能是什么的人，才有机会真正触碰到它到底是什么。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决定写荣誉论文，题目当然想结合我最痴迷的2个世界，文学和物理。我找到一位专攻中世纪西班牙文学的教授，他特别擅长研究现实与虚构如何交错。我本来想研究点更现代的题材，也更贴近另一个专业，物理。他当时问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为什么在《百年孤独》里把那么多魔幻现实的情节都设在实验室里？听起来蛮有趣的，对吧？但我犹豫了。我不想只是把实验室当成某种小说背景来解读，我想做得更深一层。我想研究2位真正从物理跨界走入文学的拉丁美洲作家，尼卡诺尔·帕拉和埃内斯托·萨巴托。他们曾经都是学物理的，后来却用文学表达对世界的理解。我相信，他们想要把2个看似矛盾的世界融合在一起。教授被我这个固执的想法打动了，同意指导我。不过他还额外推荐了一位作家，阿根廷的豪华智力机关枪博尔赫斯。他让我特别关注他那些带有科学暗示的短篇小说，所以我开始读3本书：帕拉的诗与反诗、萨巴托的隧道，还有博尔赫斯的虚构集。这3位作家3个实验场，3种方式，把语言和物理、现实和虚构、科学与想象交织在一起。帕拉1914年出生在智利中部安第斯山脚下，年轻时他就开始写诗，但大学读的却是物理和数学，而且还不是随便学。他不仅在智利国内学习，还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宇宙学。也就是在1940年代末，他一边研究宇宙的起源，一边写出了另一种炸裂宇宙的文字风格，被称为反诗。这些诗既讽刺又放肆，满是俚语，还带点魔幻现实的味道。帕拉把诗从神坛上拉下来，变成了人人可读的文字。不管你是搞学术的，还是在地铁口卖唱的，都能听懂，会心一笑。他回到智利之后，继续教了40年物理，同时一边教书一边写反诗。另一位智利文学巨匠波拉尼奥曾经说，帕拉写诗就像明天就要被电椅处决一样。他的诗有种笑着走向绝望的黑色幽默感。天使会被他命令去挑火车，恋人的名字被他轻描淡写的忘光。他在致几只鸽子的颂诗里，讽刺这些象征和平的鸟，在墓志铭里拿自己衰老的外貌开涮。而在自画像中，他请我们看看他，一个典型场景里的帕拉，一个物理教授，嗓子喊哑，
每周讲课讲到快虚脱，眼睛坏了，头发稀了，鼻子上还全是粉笔灰。我激发的顶多就是一种耻辱感。这是他自己说的。年少时那些高远的理想早就不见了，他现在只会听见莫名其妙的声音，脑子里浮现古怪的形状。而在他那本反诗集的最后一句，他写道：人生没有任何意义。帕拉的反诗，如果用物理来比喻，就像反物质之于普通物质那样，轻盈、诡异，对撞一切传统。事实上，他自己就常拿例子形容自己的诗。他说这些诗非常轻，但能量巨大，速度惊人，因为他们不像传统诗歌那样沉重。听听他的一句名言式反诗：世界就是它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某个王八蛋叫爱因斯坦说的那个样子。是不是很疯狂，很有劲？物理学的逻辑被他用诗句炸了个对穿。而就在帕拉出生的3年前，在遥远的阿根廷草原上，另一个物理学作家也诞生了，埃内斯托·萨巴托。他同样在国内外学习物理，1938年博士毕业后，去到了居里夫人创办的巴黎雷研究所，在那儿做关于辐射的实验。但神奇的是，科学实验室没困住他的灵魂。他在巴黎的咖啡馆结识了一群超现实主义者，开始画画、写诗，思考人生。二战爆发，他逃离法国，去了美国研究宇宙射线。回国后继续教书，但心已经不在实验室了。他最终彻底告别科学，写出一系列哲学散文，包括1945年出版的《异于宇宙》。3年后，他搬进山间木屋，用尽全力写完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隧道》。这本小说后来被看作是拉美第一部存在主义小说，连沙特都说它是反小说，不讲英雄主义，不给希望，专挖人性最深的黑洞。在《隧道》这本小说里，萨巴托用爱情来实验现实，但他笔下的爱情完全不浪漫，甚至有点惊悚。主角是位画家，叫胡安·巴布罗·卡斯特尔。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已婚女子玛利亚，但这段感情不是线性的，它像一场错乱时空里的执念循环。他们从相识、暧昧、靠近，到相爱、嫉妒、互相吞噬。他越渴望知道玛利亚内心的秘密，就越被无法彻底了解另一个人的现实逼疯。最后，他甚至为了确定自己的幻想，制造了一个杀他的理由，只为了让混乱结束。这本小说的文字结构也像主角的精神一样逐渐破碎，越读越像在跟他一起陷进一个思想黑洞。他说，他做过一个噩梦。我走在一座大教堂的屋顶上，四周空无一物。醒来时，我发现墙壁无限扩张，我拼命奔跑，却永远触不到边缘。这就是我们头脑之外的世界，陌生、遥远，无法抵达。在论文里，我尝试提出一个想法：帕拉和萨巴托的文学实验其实都源自他们早年学习的物理世界观。但说实话，那时还是没弄明白，到底什么才算一次实验。大学最后那个暑假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关于人类听觉感知的实验。我学会了用电子设备控制纯音的频率和音高，看着那些翠绿的波形在荧光屏上精准跳动。我请了很多志愿者戴上耳机，让他们分别听左右耳传来的2段白噪音，每次只调一点点变化，几乎察觉不到。我在消音室里一个变量一个变量的控制，确认他们每个人都有绝对音感，结果也一一记录。但无论我怎么严谨控制，我始终无法解释他们听到了什么。因为每当2个耳朵之间的白噪声稍稍相位错位，他们都会说，我听到一个音，而这个音在仪器上根本不存在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同一个虚构音高，就连我自己后来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一个不存在的音，不在波形里，不在现实中，只在我们脑海的深处，像幽灵一样显现。那是来自我们内心世界的一则注脚，一段只在我们脑里成立的实验证据。在物理学里，现实不是人类感受到的东西，因为物理学家太清楚了，人的感官有时候敏锐，有时候脆弱，甚至常常出错。在他们眼中，现实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，是一张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一直存在的地网。
无论我们观察不观察，它都在那里。那是真正的客观存在，是一个超越人类的可能性总目录。原子、引力波、暗物质、基点，所有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见的东西都在其中。现实就像一张牢固的安全网，撑在我们出生到死亡之间那根命运的钢索下。人们常说物理学是自然科学，但现在的物理早就不是单纯观察自然那么简单了。现代物理学家其实跟小说家一样，都需要创造一个又一个人为场景，才能通往真理。比如，小说家虚构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段记忆，我们从这些假的世界里看见真的人性。而物理学家也要制造加速器、探测器、数学模型，在那些从未在地球上真正出现过的环境里，重建一场又一场看不见的粒子运动。比如云式实验，你看到的是水汽中出现的那些小轨迹，其实是不可见的粒子留下的雾中脚印。这些条件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，但正是这些人为的雾，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不可见的世界。物理学家其实并不研究我们所感知的世界，他们不是去山里远足，观察大自然那种写生式研究，他们做的是另一种事儿，创造一个又一个模拟现实，然后在实验室里用机器和公式去扭曲现实。他们试图超越自然界中曾经存在的可能性，在实验室里造云、造时间、造条件，把那些不可见的存在转化成能被仪器捕捉到的物状痕迹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物理学家其实也像小说家，他们只是用公式和实验装置编织出一段段关于现实的叙事。我说的不是比喻，是真正的写故事。物理学家其实也有自己的小说类型，叫做思想实验。比如薛定谔曾经写下一只不存在的猫，它既死又活，被封在盒子里，直到你打开为止。这不是写小说吗？但它却揭示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悖论。再比如海森堡想象自己透过一台不存在的显微镜，用这个场景告诉我们，知识有极限，观察会打扰被观察的对象。爱因斯坦更是其中的大文豪，他写过一段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电梯旅行，来帮我们理解时间与空间是怎样弯曲的。这些不是幻想，是科学。这些不是小说，却比小说还震撼。在现代物理里，连现实本身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怀疑的对象。很多量子物理学家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固定的东西组成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没有观察，没有实验，这个世界就不是真实的，而只是某种可能性。你没看到它，它可能在；你去测量它，它就坍缩为一个结果。这听起来像魔术，但它就是现实。我们脚下那张所谓现实的安全网，在这些科学家眼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弦理论物理学家干脆解锁了最激进的思维方式，他们用数学方程构造出其他宇宙的可能性。一个又一个版本的现实，一套又一套自然法则，在方程式里通通都能自洽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，在多重宇宙里都可能正在上演。有人把它叫做物理学的图书馆，一本又一本世界的剧本，每本都在某个角落翻页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个由无数可能性组成的图书馆里，物理学家依然在寻找那一本唯一属于我们的故事。19世纪的法国作家斯汤达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小说是一面镜子，被人举着走在大路上。他的意思是，小说只是忠实的反映现实，是现实的映照。但他忘了，镜子不一定是平的，我们脑子里那面镜子是哈哈镜，扭曲、跳跃，折射出不可能存在的风景。我们的经验有时候就像一门超现实的物理学，而小说就是那个连接你我脑海多重宇宙的虫洞。小说家其实跟物理学家做的是一样的事儿，他们也操控世界，也重写法则。他们可以压缩或拉长时间，他们能让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像量子纠缠那样遥遥相应。他们告诉我们，世界从来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个样子。而小说的世界就像量子世界一样，不是写死的，也不是固定的。小说里
一个角色的行为可以瞬间改变整个世界的性质。就像量子场中，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状态。也许我们该说，小说是人类为自己发明的思想量子场。在这个场里，现实是可变的、交错的、未定义的。每一部小说其实都像一个宇宙，它遵守自己的法则，就像多重宇宙里的每一个世界都有独立的物理常数。在物理学中，我们操控可能性，哪怕它看起来天方夜谭，我们只要能实验就能验证。但在小说中，我们操作的是不可能，它越不可能就越真实，因为我们从想象中感受到真相。我曾试图从帕拉和萨巴托的文字中找出物理学的痕迹，但直到我读到博尔赫斯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小说和物理可以在哪儿见面。